歡迎來到明星新聞 MKN Star News 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張凌赫談戀愛了，據宣甜分超標不像演的，網友洞房遊戲都玩上了。最近新劇《逐玉》開播的瓜可真不少，剛上線就拿下雲和數市占率超30%的成績，直接對標狂飆《慶餘年》這種國民爆劇。可普通路人根本沒感受到它火到這個程度，不少人吐槽這是爆劇，不需要觀眾，只需要程序員，爭議直接滿天飛。這不，兩位主演趕緊合體上《你好星期六》做劇宣，順便攢攢熱度。結果一上來就甜的觀眾摸不着頭腦。節目安排選男搭檔的規則是女嘉賓挑衣服，選到哪件就對應哪個男嘉賓。田曦薇沒選張凌赫那款出圈的2號衣服，反倒挑了風格休閒又正式的1號。本來大家都默認這是節目組提前寫好的劇本，結果從張凌赫和楊迪的互動能看出來，這次真的是緣分湊成的配對。倆人默契值直接拉滿。開場表演環節，倆人唱歌都不算好聽，跑調跑得沒邊，但手從開場就牢牢牽在一起沒鬆開，各種深情對視甜得發齁。站在旁邊的李雪琴都忍不住一直驚呼，全程在線磕糖。節目組也特別會來事，特意加了一段牽手奔跑的小劇場，整體氛圍甜得冒泡。田曦薇為了這次節目特意穿了銀色掛脖長裙，看得出來相當重視這次營業。但露肩設計完全暴露了她偏尖銳的肩線，看着有點突兀違和，反倒不如站在旁邊的祝緒丹來得甜美自然。本來遊戲規則說的是4組競拍，只有出價最高的前2組能參與遊戲。結果因為逐玉組要宣傳，節目組直接開了綠燈，倆人把所有遊戲都玩了個遍。就說那個搭檔湊一起吃零食的遊戲，明眼人都看得出來，就是專門給這對主演量身定做的，目的就是炒 CP。田曦薇和張凌赫也特別配合，一直主動往彼此身邊湊，一點都沒有避嫌的意思。網友看完這段都炸開了鍋。有人說這個遊戲尺度大到就像洞房遊戲，也有人殺風景開玩笑，說倆人嘴離那麼近，就不怕口氣尷尬嗎？何炅本來就是最會帶節奏磕 CP 的前輩，遊戲還沒開始，就對着鏡頭猛誇張凌赫深情，直接把曖昧氛圍拉到最滿。遊戲正式開始之後，倆人的距離直接貼得無限近，一個湊近餵一個張嘴吃。鏡頭裡倆人的嘴唇離得特別近，差一點就要親上了，看得觀眾都屏住了呼吸。尤其是要吃的那根麻花，來回在倆人的嘴唇邊上蹭，尺度真的有點超過，怪不得網友說這就是給新婚夫妻玩的洞房遊戲。節目組還特意找了刁鑽角度拍照，拍出一種倆人已經親到一起的既視感，雖說多少帶點科技與狠活，但還是把不少觀眾給驚到了，都在猜倆人這次營業這麼拼，會不會是假戲真做了？和張凌赫、田曦薇這邊的火熱比起來，李雪琴和丁程鑫那組就拘謹太多了。倆人本來就是姐弟關係，硬要湊在一起玩 CP 像遊戲，彼此都特別有分寸，就怕傳出不必要的緋聞。李雪琴吹完麻花之後，趕緊身體後仰，恨不得離對方8米遠，全程都在刻意避嫌，一點曖昧都不肯沾。玩遊戲的過程裡，田曦薇因為用力過猛，連着2次差點摔倒，這不又順理成章多了不少肢體接觸。甜歸甜，有一說一，張凌赫笑起來臉上的褶子真的挺明顯，一下子比田曦薇顯老了好多。不少磕糖的網友都調侃，這是磕糖路上最大的絆腳石。第2個遊戲需要男生擺動女生的身體猜謎底，本身就是為了增加 CP 肢體接觸設計的，擺明了就是給劇宣組準備的。何炅在旁邊還不停點播，生怕倆人接觸不夠，
直接提醒張凌赫掰田曦薇的腿，來擺瑜伽墊的造型。張凌赫雖然照做了，但放不開，沒太用力，最終也沒拍出大家預想中的 CP 名場面。不像之前丁禹兮和虞書欣來宣傳新劇的時候，倆人特別放得開，完全不顧及什麼，直接拍出了爆火的名場面，當時節目效果直接拉滿。不過張凌赫和田曦薇也有自己的風格，曖昧小動作反而更戳人。後來遊戲金幣不夠了，何炅出主意，說可以用張凌赫的秘密換金幣，要是遊戲贏了就不用公布秘密。田曦薇剛好好奇張凌赫的秘密，直接故意摔倒賣嬌，那個嬌俏可愛的樣子，直接把屏幕前的觀眾都撩到了。倆人一對視，張凌赫直接憋不住笑，整個人都笑得停不下來，一點偶像包袱都沒有。給彼此畫肖像的時候，田曦薇低頭觀察張凌赫的長相，倆人就這麼直直盯着對方，誰都不肯率先移開視線，那一瞬間的曖昧都快溢出屏幕了。田曦薇畫圖的時候，直接用筆輕輕抬了一下張凌赫的下巴，這個小動作真的太殺了，好多觀眾都說隔着屏幕都跟着臉紅。加更版裡還有一個學舞蹈的環節，倆人個子都偏高，站在一起身形般配特別養眼。倆人學的也認真，最終跳出來還挺有拉丁那味，不少觀眾都反覆拉着進度條回看這段，糖分直接拉滿。不過磕糖這件事本來就是千人千面，有人磕到上頭，也有人覺得一點都不甜，倆人就是正常的同事營業，根本沒什麼別的關係。還有不少觀眾替節目裡的其他嘉賓抱不平，雖說主演來句宣多給鏡頭沒問題，但也不能把其他嘉賓的鏡頭剪得幾乎沒有吧。像祝緒丹和張遠，全程除了最後一個大遊戲和懲罰環節，幾乎沒參與什麼別的遊戲，正片裡也就相當於過來湊個人頭，想想還真挺讓人心酸的。其實不管 CP 炒得有多甜，新劇能不能長久火，最終靠的還是本身的質量和真實的觀眾口碑，光靠營銷炒熱度，說到底還是留不住人的。張凌赫顏值再成話題，同台對比普通帥哥氣場明顯，娛樂圈選角標準變了嗎？你見過古裝劇男演員的濾鏡碎得有多快嗎？前一秒粉絲還在控評盛讚神顏，後一秒彈幕直接開罵，這臉一出戲我就想關視頻。說到底，內娛古偶男主的顏值爭議從沒斷過，真到選角環節，總能炸出一地雞毛。你敢信一部劇的爆不爆，竟然能全靠一張臉撐場子？可偏偏今年這灘渾水被竹玉攪得更渾了。張凌赫那幾張路透照剛一放出來，社交平台直接衝上熱搜榜首，觀眾清一色喊話：這才是天選將軍，這標準拉高了不是一點半點。說白了，這年頭帥哥多的是，可能把古裝穿出古香氣韻的人，張凌赫算是獨苗級別。其實內娛啥都不缺，就缺點讓人服氣的古裝感。很多流量小生不是不會演，就是一穿盔甲瞬間變成 cosplay 現場，再精緻的服化道也救不了他仿臉型。對比之下，張凌赫在竹玉裡的造型用心程度肉眼可見，不管是銀黑戰甲襯托出的肩頸線條，還是簡約髮冠下眉眼間那股英氣，都讓人忍不住感嘆，這才叫角色貼合度。你說普通帥哥和大帥哥到底差在哪？其實明眼人一下就看出來。有網友翻出了張凌赫早期作品，說他剛出道時在少女大人演齊王裴昭，那會兒還有點青澀，不過身段挺拔，眉眼俊朗，也勉強撐住了角色。可真正讓他封神的是後來的蒼蘭訣、白衣仙君長恆，那冷豔風骨直接成了內娛古裝男神模板，一時間無數粉圈刷屏白衣直劍，支認張凌赫。你要問這是不是吹過頭，其實真沒誇大。再往後，寧安如夢裡的謝薇、雲之羽的公子羽、杜華年的裴文軒，每一個都成了豆瓣熱帖裡的討論焦點。
有人說他是天生為古裝而生，也有人冷嘲熱諷，說不過就是靠臉走紅。這話聽着酸，但仔細琢磨，還真有點行業農瘡的味道。現在市場上太多只會端盤子的空殼帥哥，卻拍不出角色靈魂。說到底，好看的皮囊誰都想看，可真要演好古裝，將軍的有將軍的骨架和儀態，你身形佝僂，臉型扁圓，再怎麼後期 P 圖加濾鏡也就步了審美災難。這幾年多少劇撲街，就是因為主角站出來那一下，全網瞬間掉線，說什麼1分鐘舞台10年功，但凡真練過馬術武術、儀態管理，都不至於被觀眾罵到脫粉。不得不說，張凌赫這一路走來，也不是純靠爹賞飯吃，他為了新劇提前做體能訓練，為了貼合古典美學，把走路、站姿反覆打磨。你以為只是擺造型？其實這是對專業最基本的敬畏。那些隨隨便便進組混流量的小生，看完怕不是要自閉3天。網上關於他的討論也是兩極分化，有鐵粉說光看靜態海報就磕到了，也有路人冷靜分析，終於有個男演員撐起將軍盔甲了，以前都是瘦弱扁平臉被頭盔壓得像蘑菇頭。更有人調侃，別的不求，就想看他領兵衝鋒，不要再讓我看到假糙漢端茶送水戲碼。這種吐槽背後，其實就是觀眾對審美標準逐漸變嚴苛，現在只會賣臉已經遠遠不夠了。值得玩味的是，每次聊到古裝男演員，總有人提流量、提資本、提營銷，但最後被留下來的，還真就是那些既能撐造型，又有角色理解力的人。說白了，大帥哥和普通帥哥之間隔着多少汗水和自律，你去片場走一圈就知道了。那些只能靠妝造遮羞布糊弄觀眾的小鮮肉，還敢繼續混下去嗎？最近不少業內老油條私底下都在感嘆，終於有人把古典之美演活了，不然我們這些老戲骨乾脆集體轉行拍短劇算了。你別覺得誇張，這幾年觀眾嘴巴越來越毒，一旦演員與角色不匹配，再華麗的數據也保不住口碑崩盤，撐不起古裝已經成娛樂圈最大原罪。而像張凌赫這樣願意為角色吃苦鑽研的人，更顯稀缺。有人總結，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靈魂的大帥哥萬里挑一。特別是在內娛這個流量橫飛、濾鏡易碎的江湖裡，一部爆款劇集能不能立起來，很大程度取決於主角是不是觀眾心中的那個模樣。台上1分鐘的背後，到底藏着多少無名努力？你品品吧，是不是挺諷刺？逐玉還沒開播，就已經吊足胃口。無數網友等着實錘，看張凌赫是不是真正把將軍氣質拉滿。也許到了開播當天，又是一輪全網篩選優勝劣汰。這種審美升級，也算是內娛給自己洗牌的一次機會吧。歸根結底，一部好看的古裝劇，從來不是簡單堆砌流量，更不是某個漂亮皮囊單方面拯救劇情。當顏值、身段、專業與用心全部拉滿時，才可能打造出讓人信服的人物形象。這也是為什麼如今選角越來越捲，因為觀眾早已不會被表面功夫糊弄過去。所以你問我，大帥哥和普通帥哥到底差在哪？其實答案很簡單，一個懂敬畏角色，一個只會借着流量混日子。逐玉會不會成為新標杆？我們等着瞧好了。